这家店铺通过卖骰子年销70万美金，这个骰子跟普通骰子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期视频我将通过分析这家名为 Viridian Gaming 的店铺，教你如何把普通的东西卖出溢价，如何通过挖掘小众人群的需求去选品。首先，今天介绍的这家店铺卖的，你可以说它是普通的骰子，也可以说不是。因为这个骰子它是专门为龙与地下城，也就是 D&D 玩家设计的骰子。D&D 不仅仅是一款游戏这么简单，它更加是代表了一种文化现象。今天我们将聚焦于一个龙与地下城相关的小众的品牌，看看它是如何从细分市场当中脱颖而出的。Viridian 呢是一家专注于售卖 D&D 骰子的店铺，它在 Etsy 跟 Shopify 上面都是有店铺的。根据 eRank 的数据，这个店铺每个月的销量大概在1300单左右，平均的客单价是18美金，因此我们可以预估它的月收入大概是在24000美金左右。而它的 Shopify 独立站呢，我通过 SimilarWeb 工具看到，它在2024年12月的流量数据大约是38700次访问。因为他们售卖的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人群，所以我们假设它的转化率是比其他产品要稍稍高一点的。那么我这里假设它的转化率是 5%， 还有预估的客单价，我们可以推断它在独立站的月收入大概在35000美金左右。那么这个客单价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因为它一个骰子的售价是6块钱，我们可以从顾客的评论当中可以看到，大部分人买这个东西是送给他们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或者是好朋友作为礼物的。那么你肯定不会只买一个嘛，所以我们假设他买3个作为他的生日礼物，所以这边客单价我预估是18美金。所以总共这家 Viridian Gaming 的店铺在 Etsy 和 Shopify 它的月收入合计应该是能达到大概6万美金的水平，所以它的年销售额这里预估是70万美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因为我这里假设它只有 Etsy 跟 Shopify 这2个渠道。那么刚刚说了，这既是普通的骰子又不是普通的骰子，为什么这些骰子在1688上几毛钱成本，它能卖出溢价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产品本身，而是这个产品背后的文化，还有它满足了这类小众人群，比如说 D&D 玩家，他们对个性化和收藏品的一个需求。这个东西为什么能畅销，是因为你需要懂得这个圈子的文化，你才会想到这个品，而你一旦进入了这个圈子的文化，你就能把这个小小的骰子成本只有几毛钱人民币的东西卖出溢价。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店铺 Viridian 它在 Etsy 上的 listing 只有28个。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 eRank 的这个工具去看一下它的 listing 当中哪一款产品给它提供最多的销量，另外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产品是在什么时候上架的，它的访问量是多少。我们可以看到它最近的产品当中，这个 Disappointment Set是卖的比较好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刚刚看的数据是它在12月的流量数据。为什么这款产品在最近会那么畅销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在里面是放了7个随机的骰子，然后这个随机的骰子里面呢都是放一些诅咒人的话，比如说它里面有 ugly dice， 就是很丑陋的骰子 Dice we didn't want to try selling。 可以通过评论去看到大部分人买这个产品就是一个 gift， 这个礼物就特别适合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礼。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他爱玩 D&D 的话，那么如果你要买一个觉得你能 get 到他，你平常有留意他兴趣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因为它其中有一些骰子是有点好笑的，又能在一群人开 party 的时候带来欢乐，又能让被送礼的人 get 到你平常是有留意他的爱好的哦。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产品的利润大概有多少。刚刚我们看了它的售价是大概 6.5美金一粒骰子，加上运费，所以总共大概在 11.31美金。当然实际运费其实是用不到 4.81 的，以我个人的经验可能在4美金左右，因为它这个骰子重量不会超过4盎司。
然后我在1688上找到类似的骰子，但不完全相同。这一个1688上的厂家它是7粒一套的，然后它的定制成本是 3.9 人民币。因为这家店卖的骰子其实它是尺寸是相对比较大的，而1688上普遍能找到的都是比较小的，但它是一套卖的，所以是7个一套，然后是可以定制的。那么我们假设它7个加起来的成本就等同于这家店铺卖的比较大的吧，那就是 3.9 人民币一颗，那么算下来大概是 0.55 美金。所以如果它卖 6.5 美金一颗的话，我们只算产品的话，算上运费，我们假设它1美金成本一个的话，它每一颗的利润大概在5美金左右。但是刚刚说了，大部分人买是不可能只买一颗的，他是会买很多很多颗的，所以他这边平均每一个顾客他应该能赚取大概10到15美金左右的这么一个毛利。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产品的描述还有标题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在标题上面有写 Joe Gift， 那么如果你要在 Etsy 上面卖得好的话，必须要加上 Gift 这个关键词，因为在我之前的视频当中也提到了 Etsy 正在把他们的平台定位成最适合送礼的平台，所以无论你卖什么，建议大家都要往 Gift 这个方向上去靠拢。如果你要做 Etsy 平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店铺的产品描述其实是非常口语人性化的，它里面有很多的 Q&A 啊，比如说这个 What is this meant for？ Joe Gift Enemies 就是非常好笑的，很适合你在节日的时候就送出去，是很 funny 的一个礼物。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写产品描述的时候，有些人就很制式化的写这个产品尺寸、大小、颜色什么，其实这些大部分人是不会看的。按照我的经验，大部分人他只看图片，他根本不会看那些描述。但是如果你能善用描述这个位置的话，比如说你写一些有趣的东西，大家就会爱看。其实很多时候售卖这些小东西，你售卖的就是一个情绪价值。所以如果当顾客看到你的描述里面是看到你在跟他对话一样，他其实也不管你的真正产品size 是多少， color 是什么，颜色尺寸这些都不重要，我认可你提供的这个所谓的情绪价值，我就会购买，其他的细节其实都不是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可以学习这家店铺它是怎么跟用户去沟通的。为什么它不利用13个 hashtag 依然能卖得好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卖的东西是很小众的，也很少有人售卖，所以当有人打 D&D Dice 其实立马就能找到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大家如果现在要新开一个店铺，你一定要抓住一个非常细分的人群，这样他们搜的时候只会搜到你，或者说很少的竞品。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 D&D 这个关键词相关的其他长尾词，看我们能找到什么机会。比如说这个 D&D Gifts 就是一个很好的拓展产品的机会。D&D 这个游戏里面骰子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那么我们可以围绕这个游戏还有其他哪些道具呢？还有哪一些适合送礼的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D&D Accessories 也是一个很多人搜的关键词。那么我们可以如何拓展呢？比如说装骰子的这个托盘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为什么我会发现到这个 tray 也是一个很好的品呢？是因为我在 Reddit 上 D&D 的板块上看到有人问 What are very useful real-world accessories for D&D that are not too pricey？ 有很多人在下面就说，除了骰子以外啊，骰子的这个托盘也有很多人提到，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了这个品。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装骰子的骰子盘在1688上其实成本就是6块钱人民币左右，那么在亚马逊上可以看到有的人卖11美金，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把这个品再放上亚马逊了。第一个是因为售卖同类型产品的人已经很多了，除非你跟他们不一样，比如说你做了一点优化，你在材质上做优化，或者你在设计上再做优化，除此以外，如果你再上同样的产品，我是不建议的。要不你就是做独立站，像下面提到的这2家，它都是独立站的卖家，你可以看到它卖的售价是比在亚马逊上卖的高的。那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其实就做了一些很小的改动，比如说印上他们的 logo，仅此而已，其实产品本身是一样的。
那么当你印了 logo 之后啊，你这个产品就是一个品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你在亚马逊上就做出了区分，你可以做一个独立站，是完全卖的所有产品都是 D&D 相关的，骰子、托盘，还有其他的小袋子等等。那么你这个独立站的话，你就是一个 D&D accessory 的品牌，而不是在亚马逊上我只买这个商品这么简单。当你只售卖的是一个商品的时候，大家就会把你的商品跟别的商品做比价，因为你在亚马逊上你可以看到类似的商品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你比的就是价格了。但是当你跳脱出来这个平台的框框里面，你在一个独立站售卖的时候，你在跟用户直接对话，没有平台给你推荐其他卖哪些产品哪些价格的时候，你只需要专注把你的产品做好，你要跟用户你要跟消费者沟通的信息传达好就可以了。价格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就算你的产品只是卖这一个 tray 也是可以卖出溢价。我假设你整个独立站只卖这个 tray， 你就讲你这个 tray 材质是什么，材质有多好，跟别的 tray 的区别是什么，然后你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 Color Shift Wolf Dice Tray， 这个就是在普通的 tray 上有一些区别，你可以看到它是有2个框框，然后它的整个质感也比上面的亚马逊上同类型的产品的质感要好，你就能卖出溢价。比如说在亚马逊上卖$11，你在自己的独立站上就能卖$40，甚至是 sold out 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做电商，要不你就是选中了一个很小众很垂直的人群入手去做平台，别人在平台上搜的时候搜到你，这是一个。第二个，要不你就是做自己的独立站，价格不重要，你关键就是把你的产品顾客传达的信息做好。tray 还是那个 tray， 你要的功效是一样的，但是当这个东西传达出这个质感表达出来之后，我愿意多花$20，因为如果我是送你的话，我价格在我这边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我希望达到的目的是我送去这个礼物的时候，别人收到的是不是亚马逊上普通的，我很轻易今天下单下午明天就能送到的一个普通的礼物。我希望的是这个比如说价格贵一点的你花了比普通商品更贵的售价送给我当礼物，并且现在是一个sold out的状态，那我是不是觉得收到这份礼物当下我会比较开心，因为这是我当下是买不到的，所以你就有一份虚荣感，而不是我能轻易而卖到的。但作为商家而言，你卖的东西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成本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却能卖出溢价。好，今天用到的工具我都放到了这个 PPT 的最下方，那么在我的社群里，成员都可以免费去下载这些课件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如果我们要找到类似的小众市场的方法论是什么呢？这些小众人群往往拥有很高的忠诚度，那么大家如何可以找到类似的小众人群去切入呢？可以通过订阅我的频道了解更多类似的小众人群和市场。第二点，可以通过去竞品的评论区和 Reddit 等社区还有社交媒体渠道去看大家还有什么需求没有被满足。比如说刚刚我们可以通过在 Reddit 上面可以看到大家原来对 Dice Tray 除了骰子以外，装骰子的容器也有需求，我们就可以找到产品去拓展。第三点，用产品去结合用户的兴趣，建立一个有情感共鸣的品牌，围绕这群小众的群体去打造品牌。我在之前的一期视频里也提到了，现在要做电商突出重围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一个细分长尾的人群出发。在我之前的一个视频里，我讲了一个女生是如何仅靠一个产品就年销1000万人民币，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点击右上角去回看那一期视频。如果你喜欢看类似分析电商店铺的内容，点赞这个视频，让算法推荐更多的类似的内容给你。订阅我的频道，每周我都会分析一个电商店铺，为你提供灵感。我是 Braden 布莱登，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